那 EO 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跟所有 EO 的观众，看到这一场直播的观众来扒一扒，在2025年度到底有哪一些邮轮品牌在走日本航线。好，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以亚洲销售市场为主的国际品牌的邮轮，好吗？国际品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特别把国际邮轮品牌打进去呢？因为现在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他们有去购买一些旧船啊，当然也有自己造的。好，然后去单独开创新的邮轮品牌，单独只服务亚洲乘客。是有这样的邮轮品牌，那我并不把他们列为国际邮轮品牌，所以在今天不会聊他们。但是如果说我的同行你看了这些，你心里面觉得很不爽，已有散布出去的信息可能会影响你下一个季度销售的业绩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如果你更摸清你的客户的需求，他会跟你的时间更久。他会跟你买你佣金，让你佣金更高的那些邮轮船票，其实对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底下都有看到了这4条邮轮，我特别把它在亚洲销售的时候打广告打出去的中文名字，我特别有打上来哈，有海洋光谱号啦，就是Splendor of the Sea 啦，然后有海洋赞礼号 Vision of the Sea 啦，然后还有那个 MSC。Bellissima 就是地中海荣耀号，还有一个是哥斯达的塞琳娜号。好的，那我也是因为在这之前对他了解也不太多，我本人认为不需要去了解他，但是他的确是在这个行列里面，我也必须要把它列出来。有不少住在亚洲的爱玩邮轮的人，并且对邮轮品质有要求的人，妥妥的在塞琳娜号上踩坑。首先讲一下它适合什么样的人。这底下的这些以亚洲销售市场为主的国际邮轮品牌，它适合假期特别少的邮轮初级玩家。你只是打算，这是一个打针哦，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搭了一个国际品牌，哇，它来自意大利，它来自美国，怎么样？就是它曾经是世界之最，好吧？各种光环围绕的那些邮轮，你如果只是本着一个离家近，价钱便宜，你又很初级，然后怕遇到问题，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体验，心里面还要默念100遍好过住酒店，这样你才能玩得很开心，可以吧？因为是不是很苛刻？这个话，天哪，我要得罪很多人，包括邮轮公司。我今天不想讲大妈不好，因为哪里都有大妈，好不好？这个跟维度有关，我们以后再聊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想聊的话，那优点是什么呢？它在语言与饮食文化基本你没有什么很大的障碍，因为通常会走亚洲市场的那一些邮轮，它都做了一番改造，甚至把餐厅啊，那个邮轮上的 menu 啊，都已经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啊，餐厅各个场所吧，好吧，都翻译成了中文哈，包括看秀的地方哈，总之你要去到的地方，它都有非常完整的、完善的中文服务和辅助，甚至在我了解了一下那个它英文应该是那个 Serena， 那个 Costa Serena 就塞琳娜号，它甚至都已经不用看图识字了，他把他所有的今天主餐厅的菜品都列出来，你只要看盘子的形状，看里面陈列出来的食品来点菜就好了，你就已经都跳过语言什么形容自己大家用肉眼去看就好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曾经或者我们现在有我们的华人吧，对吧？EO的观众都是华人，都是讲中文的才会来看我的频道。你们认为搭邮轮会遇到的障碍，在这一些亚洲市场为主的邮轮上，它都帮你解决掉了，甚至还有喝粥的喝粥，吃火锅的吃火锅，对吧？各种我们华人喜欢的美食的吃法，都有在这些船上。我记得当时 Ovision， 印象非常深，当时 Ovision 刚刚下水的时候，我就去了他的首航，
就是底下那个海洋赞里哈，它其中有一间亚洲餐厅，我就忘记名字了，不好意思。在点菜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问我们是要中式点法还是西式点法。那我当时就很纳闷，说你点不就是点吗？对不对？他意思是什么呢？是西式点法是一道一道菜排着队上来，你吃完前一道才上下一道，而中式点法是你把你所有点的菜，这张桌子上所有人点的菜全部一起上到这张桌子中间，你们可以吃一口头盘，吃一口主菜喝一口汤OK 中式点法好不好？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新奇。那我们也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因为亚洲市场为主的就是这个航线哈，通常含金量比较低，不是靠岸那么简单。首先它只能走这么几天，它一定不可能走出花来，对不对？好，通常比较好玩的航线时间都不会太短，你怎么可能在3-4天、4-5天之内能够走，而且还必须是在你自己家门口的母港上船哦，它的旅行含金量肯定是低的。但是有个交换的条件哦，就绝大部分船都很美哦。接下来讲关键的东西了，与全世界99%的邮轮体验不同。不同有很多的方面，和你一起搭船的人不同啊，周围的规则不同啊，对吧？秩序不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走亚洲，就是特别是以亚洲销售市场为主的那一些邮轮，只要走到亚洲航线，它就变得水泄不通。我一直没想通这件事情，它就变得上船离船变得特别的拥挤不堪，我也没有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然后登船，比如说是登船首日 check in 就会变得那么的艰难，然后离船，我知道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邮轮离船都是灾难日，但是我没有见过灾难成那个样子的。有没有人想知道我见过一场，在上海见过一场，就是 Ovision 的一场灾难，离船灾难。有人想知道吗？有人想知道，我可以插一个这个故事，我还蛮想讲的，讲出来震碎你三观。想听故事吗？欢迎点击说明栏中链接观看直播完整版。购买渠道与99%的邮轮不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Splendor of the Sea、Ovision of the Sea、Royal Caribbean 的船之外，剩下的荣耀号和那个 Costa 的那个 Serena， 他们的真正会在亚洲完全销售的航线是只能在亚洲个别人手上才能买得到。他们的分销方式是跟我们北美也好，就是欧洲也好，包括你在澳洲也好，我们今天有很多澳洲、纽西兰的，就是在西方哈。就是除了亚洲板块以外的地方的人哈，比如说 MSC 的，我在这边有写哈，在3月29日之前，我现在讲荣耀号啊，2025年的行程，3月29日之前的航线。然后呢，再加上6月8号到9月7号之间的航线，然后从11月份一直到年底的航线，我特别写了叫纯亚洲市场销售的区块，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亚洲板块以外的地方的购买渠道都买不到，买不到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就是亚洲市场当地的分销商已经邮轮公司把这一块蛋糕切成很多块，已经都分给了他们，然后分销商再切小块，再分到他们底下，一直分到我们这边今天有不少来自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好，包括在香港的。好，一直分到可能你们家门口附近马路对面的那一家旅行社，它分到了很小一个小块块，好，然后它卖光了，可以再去大块块那边再切一点来卖。这样类型的邮轮，你来问EO说我怎么买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你去找亚洲当地的 agent 去买。蛋糕分完是个好事情，就不会让不适合吃到这块蛋糕的人不小心吃到这块蛋糕，对不对？但是 Royal Caribbean 不是。Royal Caribbean 也把蛋糕分出去，但它不是把所有的蛋糕分出去，它自己还留了半块蛋糕。我现在说的是皇家加勒比海，就是左边的那2条邮轮，包括海洋光谱号、包括海洋赞里号在内，你们需要小心的，就是现在我讲的是你们一定想避开这4条邮轮的，或者避开以亚洲销售市场为主，或者甚至我讲的更白一点，避开大妈和大叔的。你就非常有可能很不小心的买到皇家加勒比海 Royal Caribbean 的
海洋光谱号和海洋赞里号，因为它的蛋糕没有全部分出去，他自己留了半块，自己慢慢分，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我也不明白Royal Caribbean 他都已经吃亏吃了这么多年了，吃到现在为止，他还在干这个事情。追溯到10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北美的邮轮公司，主流的邮轮公司刚刚开始尝试性的 touch 亚洲市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得到的就是客人的反馈是100%差评，完全的水土不服。无论是搭乘这条船的人，还是就是邮轮公司自己，都是水土不服。那我刚刚说了嘛，他留了一半的蛋糕自己在卖，那你依然是可以在 Royal Caribbean 的官方网站，北美的官方网站哈，总之就是亚洲以外的，能够轻而易举的买到，比如说上海往返的几百块钱，包括天津往返的就几百块钱。那如果你刚好打算走一场就是亚洲的一趟顺道游，比如说探亲访友顺道游，你非常有可能会买得到这样的船票。我说10几年前 Royal Caribbean 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当时 Royal Caribbean 紧急解决，就他们甚至解决到一个让很难堪的一个程度，是因为他的船上又有北美主流邮轮市场的乘客，他们搭了很多船，很有经验了哈，然后也有纯亚洲当地上船的乘客，对不对？好，他们一开始是混吃，就是餐厅混吃饭，哇，一片混乱之后，立即在几转之后嘛，就大概也就是几个星期之后，马上就开始分区。把拿美国、加拿大哈，比如说澳洲护照哈，甚至日本护照的那一些乘客单独放在一个区域吃饭，然后另外一个区域才是当地上来的 local 的那些乘客。好，但是也是搞得非常的狼狈，服务欠佳，你无从比较。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通常搭这一些船的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玩家，你没有比较的情况下，他服务欠佳，你认为是应该的，对吧？又在过去的很多场的直播里，特别是直播里面有跟大家八卦过一些我的观众在我的留言板中跟我分享他们的旅行经历，有很多的旅行的经历，惨痛的经历是非常的，在我看来是非常的 ridiculous， 甚至底下有很多人回贴他，就是说怎么可能？我坐了这么多年的邮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啊！甚至包括就是说，为什么护照要被收走？怎么可能是要让那个服务生把护照送回你的房间呢？如果是有一些港口因为签证的问题，护照被收走了，也是我们自己亲自跑到前台去拿，不好意思，因为你见识的东西有限，好吗？他们真的是这么干的 ，OK？ 为什么我总是会跟我的观众讲说，搭邮轮的乘客搭邮轮的人，你搭的越多，你就变得越挑剔，你是个越难伺候的小宝宝。那其实这样讲是一个方向，只是因为说我们见识过什么是好的服务，我们见识过是什么是好的，在邮轮上真正发生事情之后的处理方案。规则是什么，对不对？特殊情况发生的处理方式99%跟99%的邮轮规则都是不一样的。邮轮上的那些员工，讲句真心话，他们也很清楚，你们这一帮菜鸟上到我的船，你们没有比较过，你们不知道好的是什么样子，那我干嘛要很尽心尽力的去服务你呢？去处理的公正呢？你都不知道公正是什么，对不对？好吧，这就是原则，在这个地方。总之，如果你不想碰到大妈，你不想经历到刚刚1、2、3、4、5、6、7这么多条的话，请大家慎定底下的这一些船。如果说你不得不为了陪家人一定要去的话，那你就记得在出发前心中默念100遍好过住酒店，好不好？好，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可以用一下啊。